大家好，欢迎来到戴安的新生活，我是戴安，这是一个关于慢生活、旅行和教育的频道。上一期我们特别为大家介绍了圣雅各之路，从 Sarria 到 Portomarin 走了 22.3 公里。这一期要介绍的是第二天，我们从 Portomarin 到 Palas de Rei， 长是 24.8 公里。那这一天也非常的特别，因为大家知道下午4点要开始下雨，所以一大早我就省略了早餐，赶紧出发。没想到不到中午就开始下雨了，然后我就在躲雨跟走路的过程当中，经历晴雨交加和雨赛走的一天。因为躲雨的关系，也认识了新朋友。一大早从 Portomarin 出发，经过他们14世纪的大教堂 Church of St.James。中世纪的时候，医院骑士团努力的保护通往圣地牙哥的道路，因此这个教堂是圣殿骑士和医院骑士团的堡垒。因为我要赶路，所以没有走进去这个教堂，但是我在门口遇见了同样要走 Camino 的 Don， 然后我们在路上也遇到了一些观光客，他们对于走 Camino 有很多的问题，然后我们就留下来回答他们的问题。当然他是从 Barcelona 过来的，他说他很喜欢爬山，然后今天他要走比较挑战的路线。今早走另外一条桥，然后出发去下一站。漂亮，就早晨的空气特别好。Don't choose the more difficult one. Yes, I mean the nicer one. 上坡的路特别的陡，所以呢，我要一边拍一边走路，我就请让继续往前走，不要等我了。现在在上坡，就是调节呼吸。我每次走大概半英里，我就要脱外套。走 Camino 就是这样，就是整座山都是你一个人。很好的灵修的地方。Jesus is my light, Jesus makes me shine, Jesus is my peace, Jesus makes me walk, Jesus is my life, Jesus makes me live, Jesus makes me win, Jesus is my life。今天的路程当中会有经过大马路，当我看到车辆呼啸而过的时候，真的好想搭车啊！因为我一直以为走 Camino 都是走山路，是不会走在大马路旁边的。的确，这些车辆会让人好想上车呀。话说回来，戴安今天特别要跟大家讲圣雅各是谁，然后我是一边爬坡一边在介绍，真的很喘，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大家赶紧给我订阅分享下去吧。今天的计划是到了 4.9 英里的时候，就是有休息的地方，可以喝咖啡吃早餐，然后接下来再继续走，然后中间再选一个站吃午餐。到了下午的时候再找一个站吃点心，这样子今天的行程就走完了。Hi. Hello. Yeah, I got it. 现在很舒服，走在森林里，就是流了一大堆汗以后，这样子走在森林里还蛮舒服。
我今天早上3点半就起来了，因为肌肉酸痛，就是身体在恢复当中，然后睡得不是很好，因为会痛但是真的神造我们身体很奇妙哦。我今天早上起来就感觉恢复的差不多了，然后又可以开始走。感谢主，就是给我们身体很好的恢复功能。我相信在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心理都有很好的恢复功能，这是神造我们很奇妙的地方。然后今天一边走一边就是听马太福音整卷书，真的在走这个圣雅各之路的时候，其实更多的就是去听神的话语，耶稣对门徒说的话，尤其是雅各是耶稣的门徒。耶稣的门徒有12个那有大雅各、小雅各。那我们现在走这个圣雅各之路，走的就是大雅各。大雅各是谁呢？就是约翰的亲兄弟，是耶稣所爱的门徒。这里还有一个野餐的地方，我就坐在这里休息一下。现在在一个爬坡的阶段，然后比较没有人，所以我就继续来讲雅各。那耶稣的门徒雅各，在12门徒里头有大雅各跟小雅各。那我们走圣雅各之路的，就是现在要讲的大雅各，是西比泰的儿子，西比泰的太太沙罗美也是跟随耶稣的，所以可以看到这一个渔村家庭因着遇见耶稣，然后耶稣呼召他们跟随耶稣，那就是我们知道耶稣所爱的门徒约翰，那他的弟弟雅各也是在跟着哥哥，在看到耶稣在加利利海行神迹，然后他们就决定跟随耶稣。好，给大家看这个坡有多陡。那么约翰跟雅各跟随耶稣以后，他们的生命有什么改变呢？好，我再找一个机会再跟大家分享。可以透露一下，就是他们本来是个性很急的，也非常的有野心所以之前还就是在争谁要为大的时候，这2兄弟的妈妈都还要问说，夫子，一个坐右边，一个坐你的左边好吗？当你升天的时候，一个坐你左边，一个坐你右边好吗？对，但是可以看到他们到最后，然后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不是你们所能喝的。那这2兄弟也是说，我们可以喝。之后找个平坡，我再跟大家分享，就是雅各他跟随主以后他的生命。这样下雨天蛮惨的，不过呢，换个角度去想，现在走在树林里，至少还有挡一点雨。这时候觉得有个咖啡或者餐厅可以躲雨，该有多好！
就是只能尽量在树下，找到一个地方可以躲雨跟吃午餐。中午下雨的时候，找到一个用餐的地方躲雨，当时就看到门口排了几辆计程车，也真的有人上车了，但不是我。我们还要继续的往前走。雨停了，出太阳，感谢主。大概在2个小时还会下雨，所以我现在要到下榻旅馆，大概要走2个半小时。希望我在快一点的情况下，可以少淋一点雨。无论如何，先享受一下这种雨后阳光洒下的感觉。大概是在13世纪盖的。走 Camino 这条路很特别，通常大家都是会坚持到底，除非遇到什么特殊的状况，或者真的没有办法往前走了，否则大家都是不愿意放弃的，不管天气如何。绿色隧道很漂亮。绿色隧道的旁边，这个输水道的旁边就是养牛的。看到这个乌云已经往这里漫过来了，而且刚刚有雷声啊！赶快走，我还有1个半小时的路程。雨3点就下了，比预期的早了1个小时，所以呢，我距离我的终点站还有2公里。然后我在躲雨的地方遇到了一群来自瑞士的朋友们，他们都是退休人士，年龄也比我稍长。聊天之后发现我们是住在同一个旅馆，那我就跟他们说，你们会想要坐计程车过去吗？他们说不，等雷雨过后再往前走吧。We met at the rain, and then we are going to our hotel. It's 2 miles. Our origin is from Switzerland. Switzerland, yes. I'm wearing Switzerland raincoat. We are the same country. Alright, so now we are going. Let's go. 真的在打雷又下雨的状况下，我真的有点想放弃。但是年长的人都坚持下去了，我又怎么能够放弃呢？所以呢，等到雨稍微小一点的时候，穿上雨衣继续往前走。不知道大家看着我的这个红色雨衣有没有觉得很面熟？我之前有拍摄我在瑞士的山上遇到冰雹，然后穿的那个雨衣。这次走 Camino 我想要形状轻便，所以我就带着这个像塑胶套的，就这样套上去。然后这几个瑞士的朋友跟我说，哇，你怎么会有瑞士的雨衣？我就说，我半年前才去瑞士旅行，我跟你们一样都是瑞士人。啊，这是说笑的。
但是真的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敞开心聊聊天啊，真的是挺好的。最后在风雨中，丹抵达了今天下榻的地方。这是一个古老的加利西亚房屋，它建于1872年，厚厚的石墙，直朴的木质天花板，石板地板，里面还有古井。旅馆周围超过10万平方米的宽阔场地，有100年的栗子树和橡树，相当美的一个地方。当然独自旅行都先订好一个人的旅馆，所以在走 Camino 的时候，每一站要在哪里下榻也都是事先安排。感谢主，好几个旅馆都是有泡澡的浴缸，真的走了 Camino每天都很想泡脚。如果观众计划走 Camino 或者已经走过 Camino 的，欢迎在底下留言跟我分享你的经验。下一期我们要来介绍从 Palas de Rei 到 Melide， 戴安走 Camino 的第3天行程。喜欢戴安的频道，欢迎点赞、订阅、分享。愿上帝祝福每一个艰辛倚靠他的人。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